为什么地球像是被故意调整过？任何一个参数的变动，我们可能都不会出现。为了让你有个直观的感受，接下来我会从飞船上跳下去，让你看看太阳系其他行星的环境。到时你就能感受到宇宙仿佛对地球开了个后门。第一站，水星，这个像月亮的星球，是离太阳最近的炼狱。当我真正站上去，第一感觉不是热，而是烧。这里几乎没有大气过滤，阳光会直接砸在地表上。如果我刚好落在向阳面，脚下温度最高能到420摄氏度，这已经不是晒，而是活活烤。别说人，连铅都会融化。更麻烦的是，这里几乎接近真空，没有空气给我呼吸，也没有大气替我挡住太阳辐射。紫外线会直接打在皮肤上，暴露的地方几乎立刻就会灼伤起泡。我抬头一看，头顶明明是白天，天空却还是黑的，因为这里没有空气去散射阳光，连影子都会黑得异常锋利。几秒之后，真正致命的东西来了，我的舌头、眼睛、肺部里的水分开始迅速蒸发，宇航服的冷却系统根本扛不住这种暴晒。我会感觉自己像被塞进一个正在抽成真空的烤箱里，外面在烧，里面也在崩。我想喘气，却什么也吸不到，视线开始发白，意识开始发飘，10秒左右我就会倒下。当然，如果我掉到背阴面，结局也不会更好，那里没有阳光，温度会直接跌到接近零下180度。同一颗星球，一面烤熟我，一面冻死我，这就是水星。你可能会说，那你不会挑个有大气层的地方？行，听你的。下一站，我选金星。可我刚一落下去，就明白了，这地方不是地狱像金星，而是金星本身就够当地狱。我穿过厚厚的云层往下掉，周围的光是浑浊的橙黄色。这里的大气浓得吓人，压力大约是地球的92倍，相当于我一下子被按进了上千米深的海底。空气里几乎全是二氧化碳，还混着硫酸云。地表温度更夸张，接近467摄氏度。它明明比水星离太阳更远，表面却比水星还热。地面越来越近，但我完全没有快着陆了的安全感，只觉得自己正在落进一口烧到发红的高压锅。刚一落地，压力就先动手，我的肺、鼻窦、耳朵里所有空腔都会被狠狠挤压，紧接着高温和有毒大气会把剩下的一切一起摧毁。我不是单纯被烤，也不是单纯被闷，而是整个人从里到外同时承受崩溃。连周围的金属在这种温度下都会发出暗红色的光。很多人一听金星会先想到酸雨，但真掉到这里，我根本等不到被酸淋，那些酸液还没落地，就已经在高温里蒸发干净了。所以我不会死在雨里，我会在落地后很短的时间内失去意识。聪明的你，下一个建议应该会是火星吧？毕竟和前面2颗比起来，它看上去终于没那么吓人了。有地面，有天空，颜色也不像地狱那么极端。可这种像地球，其实最容易骗人。火星平均温度大约是零下60摄氏度。我刚站上火星，第一感觉不是烫，也不是压，而是呼吸突然失效。这里的大气稀薄到几乎等于没有，氧气更是少得可怜。我张开嘴，什么都吸不进来。几秒之后，缺氧就会开始接管我的身体，视线发黑，意识发飘。肺里和口腔里的水分也会因为压力太低开始蒸发。我不会像电影里那样一下炸开，但我会很快失去知觉，大概15到20秒，我就会撑不住倒下。再过不久，我会安静地死在这片红色荒原上。所以火星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它看起来多恐怖，而是它看起来好像还能活。可真把我扔上来，我连一口完整的呼吸都撑不过去。如果说前面这3颗星球多少还算站上去再死，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，连站上去这件事本身都未必成立。没错，那就是木星。有人问，掉进一颗气态巨行星会是什么感觉？别急，我试试就知道了。从太空里看到的那些条纹和漩涡，其实只是它厚重大气最上层的云顶。所以当我开始下坠时，我不是在降落，
而是在不断往更深的风暴里掉。一开始，眼前的景象甚至有点壮观，橙色、白色和红色的云带在我脚下翻卷，像一整颗星球都在缓慢呼吸。我短暂地享受着自由落体，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，这里好像也没那么可怕。但这种错觉很快就会结束。木星的重力大约是地球的 2.5 倍，它会把我越来越快地往下拽。周围的大气几乎全是氢和氦，风暴却远比地球上的任何飓风都更夸张。高速气流开始从四面八方撕扯我，整片云层都像一台巨大的搅拌机。如果我正好落进大红斑那种级别的超级风暴里，连方向感都会被瞬间夺走。再往下，光开始消失，阳光照不到更深的地方，四周越来越暗，只剩偶尔划过云层的闪电把整片大气短暂点亮。真正致命的是接下来越来越夸张的压力。刚开始我只是觉得身体被四周的空气死死挤住，可随着下坠，气体会越来越密，最后几乎像液体一样裹住我。我的肺、鼻窦、耳朵里所有空腔都会最先承受不住，然后是骨骼、内脏和血管，压力会一层一层把我往里压，热量也同时一路升高。到了更深处，我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下坠，还是在被整颗行星慢慢吞进去。风暴、黑暗、高温和高压会同时接管我的身体，在真正接触到任何地面之前，我就已经撑不住了。骨头会碎，器官会崩，最后连残骸都留不下来。我不会死在木星表面，因为木星根本不给我表面，我只会在它无边无际的大气深处被一点一点压碎，最后彻底消失。而木星的问题是它像个深渊。接下来这颗，远远看过去，它可能是太阳系里最漂亮的行星，巨大的光环铺在周围，安静明亮，像一件精致到不真实的艺术品。但这地方最危险的恰恰就是这份美，因为土星的光环根本不是什么柔和的光带，那是无数冰块、碎石和尘埃组成的高速碎片带，它们一直在围着土星疯狂飞行。我一旦闯进去，就像撞进一场无声的弹幕。最开始，细小的冰粒会先打在我身上，像冰冷的砂纸不断刮过皮肤，紧接着更大的碎块就会直接让我失去行动能力。在这种速度下，哪怕只是一块不大的冰，也足够让人体迅速崩溃。如果再大一点，我连完整倒下的机会都没有。最诡异的是，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，没有爆炸声，没有惨叫声，只有绝对安静的真空。我的血液暴露出来，会迅速失去稳定状态，身体也会被这些高速掠过的冰石一点点打散，最后变成漂浮在光环里的残片。当然，就算我躲开光环，继续往土星里面掉，后面等着我的还是和木星差不多的结局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冷，最后被整颗行星慢慢压垮。所以土星最可怕的不是它长得像怪物，而是它明明这么好看，却能把我处理得这么干净。再往外，太阳的光已经开始越来越弱，可环境并没有因此温柔下来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更安静、更冷的方式弄死我。就比如前面的天王星，它看上去是一颗很安静的蓝绿色星球，可这种安静不代表温和，它只是冷的已经懒得跟我废话了。天王星是太阳系里最冷的行星之一，它上层大气的温度最低能接近零下220摄氏度。我刚掉进去，第一感觉甚至不是疼，而是身体里的热量像被瞬间抽走了一样。脸、眼睛、嘴唇，所有暴露在外的地方都会先僵住，接着是呼吸，接着是意识。这里的大气主要是氢、氦和甲烷，没有氧气，吸进去也只会让我死得更快。如果我真的张嘴去吸，那不是在求生，而是在把自己交给一团冰冷又有毒的气体。更麻烦的是，这地方也不平静。天王星的大气里同样有高速狂风，我会在寒冷、缺氧和风暴里不断下坠。一开始是冻，再往后是窒息。如果还没失去意识，后面不断增加的压力会接着把剩下的一切慢慢压垮。所以天王星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它会立刻把我撕碎，而是它看起来那么安静，那么遥远，那么无害，
可真掉进去，我会在一片几乎没有声音的蓝绿色黑暗里，先被冻结，再被吞掉。下一站就是太阳系最远的行星海王星，它看上去也是一颗安静的蓝色星球，但和天王星不一样，这里真正可怕的不是冷，而是风。海王星拥有太阳系里最猛烈的天气，这里的风速最高能超过每小时2000公里，比地球上最强的飓风还要夸张得多。我刚掉进去，也许还来不及看清周围，整个人就已经被风暴卷走了。这里的大气同样没有氧气，只有冰冷稠密的气体和无穷无尽的黑暗。我不是单纯在下坠，而是在被整颗行星的天气系统反复抛来甩去，四周没有地面，没有参照物，上下左右会在几秒钟里全部失去意义。如果天王星像是把我慢慢冻住，那海王星更像是先把我卷进一台失控的巨型搅拌机，寒冷会很快夺走我的体温，缺氧会切断意识，而那些超音速的狂风会在我失去知觉之前先把我彻底打乱。所以海王星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离太阳最远，而是它会让我在一片蓝色黑暗里连自己是怎么倒下的都分不清。现在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地球像被调整过的？因为看过太阳系其他行星后，你会发现适合生命这件事从来不是默认配置。恒星类型、轨道位置、卫星的大小和距离，空气错了不行，压力错了不行，温度错了也不行。其他星球的问题不是谁少一点资源，谁差一点条件，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给生命留活路。只有地球刚好有我们能呼吸的空气，刚好有不会立刻蒸发的液态水，刚好有不会把生命压碎、冻死、烧焦的温度和气压。 NASA 在2025年9月宣布，已确认的系外行星数量达到6000颗，但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没法确认那里真的存在一个和地球一样的世界。天文学家弗雷德·霍伊尔曾打过一个极端比喻，生命的出现像一场龙卷风吹过垃圾场，最后竟然拼出一架波音747。所以地球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它普通，而是它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太阳系里居然正常的像个例外。我是老马，咱们下个宇宙见。